打造重复利用的火箭，推出减少污染的电动车，花大钱买下推特，这些都是知名创业家马斯克让人印象深刻的事迹。不过，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事件，竟然都跟马斯克一个远大的目标有关。到底是什么样的目标，让感觉已经拥有一切的马斯克愿意一辈子追求呢？马斯克接下领导政府效率部的任务，难道也跟这个目标有关吗？这一集，让我们从马斯克过去的经历，来找出他到底在为什么样的人生目标而奋斗。如果喜欢我们的人物故事，欢迎你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花440亿美元买下推特，跟 OpenAI 闹翻，还法院相见，把自己的身家梭哈拿去创业，这些让人傻眼，甚至一开始看起来有点胡闹的行为，都是富豪马斯克带给人的印象之一。但是这些看似很难理解的行为，背后其实跟马斯克从小立下的人生目标有关。今年才53岁，却已经大大改变世界的马斯克，是在1971年出生于南非。他来自一个热爱冒险的家族，所以不怕冒险的个性可能是他与生俱来的特质。不过，在马斯克青少年时期的南非，热爱冒险的性格却对生活没有太大帮助。南非当时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让社会非常动荡不安，而且充满了暴力跟血腥。懂得察言观色跟自保，可能是更重要的生活能力。然而，马斯克天生就很不会察言观色。从他小时候开始，只要他开始认真思考问题，就会进入自己的世界，让他听不到也看不到外界的动静。再加上马斯克的个性蛮骄傲，无法忍受笨蛋，也不愿意去讨好别人，这些性格让他常常被霸凌，也一直觉得很孤独。只不过父亲对马斯克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那些霸凌者。马斯克的父亲是个情绪反复无常的人，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毫无理由地彪骂家人，用很多难听的字眼做人身攻击，有的时候还会扭曲事实，让身边的人精神大受折磨。在马斯克18岁之前，常常承受来自父亲的精神暴力，这种痛苦可能让他更容易像小时候那样躲进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且关掉对于恐惧跟其他情绪的感受能力。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这种无法感觉情绪的特点，可能反而让他成为冷酷、不怕风险的创新者。虽然人际关系对马斯克来说是个困难的课题，他却在阅读世界里找到自己的避风港。马斯克阅读的范围很广，从百科全书、科幻小说到尼采的存在主义哲学，都是他用来理解世界的方法。但是在这些书籍当中，有几本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其中一本书的内容是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伟大发明，里面就有提到未来的火箭技术。就是这一本书，让年轻的马斯克埋下一个对火箭的兴趣，也第一次萌生想去其他星球的念头。到马斯克大学的时候，从他特别有兴趣的3个领域——火箭、电动车、永续能源，就已经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目标。但当他进一步的思考哪些事物能真正影响人类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的人生愿景集中在网络、永续能源跟太空旅行上。而在他大学毕业的1995年，网络热潮已经开始，于是他决定抓住这一波发展，开始他的创业生涯。马斯克的眼光很准，年轻时候创立的网络公司接连大获成功而被收购，让他开始往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前进。虽然财产的暴增让马斯克暂时出现一些炫富行为，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发现比起挥霍乱买东西，自己对于创立新公司还是更有兴趣。但是钱该花在哪里好呢？这时候马斯克想到，他一直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地球很脆弱，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时，人类的文明跟意识遭到毁灭，移民其他星球的必要性应该被重视，并且积极的发展。于是，在马斯克的3个人生愿景——网络、太空旅行跟永续能源当中，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资金投入太空跟永续能源产业的发展，透过现在大家很熟悉的 SpaceX 跟特斯拉，来达到颠覆这些产业的革命性突破。
马斯克虽然有满腔的热情，还有很深的口袋，但是他投入太空能源产业的时候，这些领域都已经卡关很久了，让人很难相信还有发展空间。更不用说马斯克自己又是这些领域的门外汉，到底他是怎么找到切入点，为太空跟能源界带来新一波的突破呢？这就要从马斯克独特的白痴指数跟演算法说起。所谓的白痴指数，指的是某个零件的总成本跟该零件的材料成本的比值。如果某个零件的成本是1000元，但是制造该零件所使用的原料成本只要100元，那就代表这个零件的设计太过复杂，或者是制造流程太没效率。马斯克投入太空产业的时候，其实本来没有打算自己造火箭，是因为当时没办法用合理的价格买到二手火箭。他计算之下才发现，按照目前的制造方法，火箭制造的成本会是材料成本的50倍以上。马斯克自己曾经说，指数的比值如果太高就是白痴，所以他才决定要自制火箭，并想尽各种方法要让太空旅行的成本大幅降低。但是要帮一个产业带来突破，当然没有这么容易了。马斯克没有相关经验，一切知识都要从头学起。就算能够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如果没有几招独门的方法，就不可能在太空跟能源产业生存。那门外汉的马斯克又是如何跳脱框架，找到颠覆产业的新方法呢？这就跟他的演算法有关。马斯克的演算法是他从惨痛经验里归纳出来的一套工作原则。演算法有好几条，第一条是质疑每一项要求。马斯克相信，除了一定要遵守的基本物理原则之外，其他没有什么要求是不能质疑的。他要求员工连他的要求都要质疑，为的就是避免僵化的习惯思维，并找出更聪明的方法。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马斯克有一天发现，在特斯拉的汽车生产线上充满了很多会拖累生产进度的流程，而且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设定这些有问题的流程。于是马斯克运用他的演算法，一个个质疑汽车生产出状况的地方之后，特斯拉的生产量从每周2000辆大幅提升到每周5000辆，让本来现金快要烧完的特斯拉成功生存下来。马斯克的演算法当然还有其他内容啦，像是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删除任何零组件或流程，简化与优化，缩短周期，自动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质疑每一项要求。这个原则帮助马斯克跟他的同事能够不受行规限制，为产业带来颠覆性的发展。目前讲到这边，马斯克看起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天才，不但看得懂趋势，又能在短时间内精通一个产业，还带来颠覆性的发展。但是相信大家也多少听说过他无法同理他人，常把人逼到极致的魔鬼性格。他跟贾伯斯有点像，都有想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强迫性格，而且会订定不切实际的时间表，更把每个人操到极致来达成目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马斯克一样是个可以睡在工厂里的工作狂。然而马斯克并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想法。他的传记里提到，他不怕冒犯别人，也不担心自己会让人害怕，只是一心一意地鞭策底下的人来达成不可能的任务。这样的性格注定会让马斯克难以经营稳定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工作的推进却很有帮助。尤其是马斯克相信，没有人会逼着我们上火星，科技的发展不进则退，所以他会制造疯狂的急迫感，让自己无路可退。于是马斯克从 SpaceX 开始，接着透过特斯拉延伸的太阳能事业等等，让自己还有全人类都更接近移民其他星球的目标。但是当他花了20几年的精力，终于让这些事业稳定前进的时候，习惯拥抱风险的马斯克或许真的是不能适应平静的生活。于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那就是收购推特。其实早在1999年，马斯克就曾经推出一个叫做 X.com 的网络金融服务，希望让这个网站成为能够满足所有金融需求的网络金融机构。后来他收购推特，把平台改名成 X， 又想把 X 改造成包含线上金流功能的全方位 App， 其实也跟当年的心愿有关。
但是买下推特这个决定其实还是一个意外。当时马斯克手上多了一大笔现金，而推特对他来说是一个再好玩不过的游乐场，上面可以看到各种迷因、知识、不同意见的交流，因此推特就成为他最想投资的目标。不过马斯克认为推特有一个很关键的缺点，那就是会对言论进行审查。但是他不相信审查员的公信力，他认为只有让人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才不会产生偏见。因此，就算收购推特看起来跟马斯克的人生目标没有什么关系，他还是决定出手买下推特，好让他有权利把推特整顿成心中的理想状态。因为他觉得拥有言论自由对于保存人类文明也有帮助。接下来发展就是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混乱。在马斯克接管推特之后，这家公司将近8000名的员工当中被裁员到剩下约1500人。内容审核机制的改变，则是让仇恨言论满天飞。接着，推特推出了充满争议的付费蓝勾勾订阅制，品牌名称还从推特被改成 X。这些混乱不但让用户心生不满，更吓走了不少广告主。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马斯克是要毁灭推特，而不是改造跟拯救推特。从2022到2024年，距离马斯克收购推特已经过了2年，他跟推特之间的争议还持续成为新闻话题。不过到了年底的美国大选期间，马斯克的其他新闻对大众的吸引力可能都比不上他宣布支持川普的消息。马斯克之所以会选择支持川普，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因为失去言论自由就会失去民主，也就是他会买下推特的原因。所以马斯克在大选的最后阶段摇身一变，变成川普的超级助选员，不但投入大约1.2亿美元资助选举，亲自帮川普站台拉票，还提供摇摆州选民每天100万美元的抽奖活动，引来了干预选举的争议。随着川普第2次入主白宫，马斯克的投入看起来开始得到回报。选举后，特斯拉的股价飙升，连带让他重回世界首富的位置。川普也兑现选前的承诺，任命马斯克跟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拉马斯瓦米一起领导政府效率部。但是不止一次把身家投入创业的马斯克，对钱财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那他到底想从领导政府效率部的任务上面得到什么回报呢？前面我们提到，马斯克从小就怀抱着移民火星的梦，他创立 SpaceX、特斯拉等公司，为的也是更接近他的目标。但是掌管政府效率部又跟他的火星梦有什么关系呢？根据 BBC 的报道，马斯克认为要达成他的火星梦，只有这项壮举不被官僚主义扼杀，才有可能实现。而政府效率部的创立可以帮助人类把生命延伸到其他星球。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马斯克曾经在公开场合中提到，政府的过度监管几乎要扼杀太空产业的发展。举例来说，美国月初曾经要 SpaceX 评估火箭掉下来会不会砸到鲨鱼或鲸鱼。他也曾经推文表示，为了评估发射火箭会对基地附近的海豹造成哪些影响， SpaceX 曾经被迫绑架海豹，并且帮海豹戴耳机测试它们对噪音的反应。现在马斯克得到掌管政府效率部的权利，除了宣誓要把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大砍2兆美元，还要把联邦政府机构的数量从400多个砍到剩99个。但是在帮助政府瘦身，也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些任务之外，马斯克是否还会透过他的影响力来去除妨碍他的监管机构还有管制法规，可能是更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马斯克过去的言行跟公司治理方式都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监管没那么重视。举例来说，路透社的调查发现，航太产业的平均工伤率是每100名工人当中有 0.8 人受伤，但是 SpaceX 的全国工厂2023年最低的数值是 1.5， 最高的甚至达到 7.6， 工伤率都超过业界平均值。然而，或许是政府对于 SpaceX 的依赖，美国太空总署跟负责监督劳工安全的单位都没有积极处理 SpaceX 的公安跟违规问题。马斯克的前员工也表示，马斯克认为所有的法规都会妨碍他的业务跟创新，而川普政府将成为尽可能废除监管的工具。
从马斯克过去经营公司的方式来看，其实不难想象他有魄力降低支出跟精简机构，来提升组织的效率。如果政府大幅放松监管，相信他的白痴指数跟演算法也能够帮助激发更多创新的方法，让他的火星梦往前推进。但是要大幅减少政府支出，占年度支出最多的社会安全、医疗保险跟军事这些领域，就很难不受到影响。而这些支出却又跟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大幅度的放松监管，也可能会让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缺少应有的保障或把关。经营公司跟政府治理人民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境。马斯克在自己的公司可以一心一意的鞭策团队往火星梦前进，但是如果把这套模式套用在政府上面，马斯克是不是能够符合大众对他提升政府效率的期待，就要看他接下来怎么带领政府效率部了。国际大人物，我们下集见。我们上集聊大谷翔平，有观众在留言提到大谷23年的双重赛，这场比赛就可以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大谷翔平可以被称为现代的棒球之神，因为他不只是普通的二刀流，他是投手、打者实力都超顶尖的选手。大家如果觉得我们介绍体坛人物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许愿，你还想看谁哟？以及看完今天这一集马斯克的介绍，也会好奇大家接下来最关注马斯克哪个领域的发展？是 SpaceX 的火箭 X， 还是政府效率部呢？你期待它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改变？欢迎大家继续用子涵跟你说这个 hashtag 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也欢迎继续许愿想看的人物故事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也请分享影片、订阅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支持我们。最后要特别感谢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